根据台媒的报道，解放军首次出动5值时首次挂弹巡航台西南空域，这是解放军首次出动陆航部队飞机。那么此举代表什么含义呢？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近日，台防务部门发布了解放军最新的军事动态消息。消息内容显示，在10月26日当天，有7架解放军战机进入台湾西南海域进行空中巡航。除去老熟人歼16等战斗机之外，还首度出现了一个新的机种，那就是解放军陆航部队的武装直升机和运输机。具体型号是5值10武装直升机和米17运输直升机。这是这2款战机第一次亮相台湾西南空域飞行，此举意义重大。通过照片的细节，我们可以发现，此次巡航的5值10机翼下方的挂架挂在了火箭发射槽。众所周知，火箭发射槽是专门对于地面目标攻击用的，那么5值10巡台的任务不言而喻。这个新变动也引起了岛内台军方的重视。台湾军方人士表示，武装直升机是陆航部队的装备，主要对于地面目标的攻击，并不能对空中目标进行攻击或是规避。因此，武装直升机得有绝对的制空权，确保安全之后才能出动，不然直升机就是战斗机的终极标靶。因此，出现了直升机巡台飞行的意义，就是解放军空军认为他们已经完全地掌握了制空权，说明以后解放军夺岛的可能性正在增加。直升机就是专门针对岛上台军地面部队而准备的，解放军此举算是给台湾当局敲响了警钟。5值10是中国陆航部队装备的一款性能强大的武装直升机，具备全天候的信息化对地打击能力，是陆军的主要支援飞机，也是陆航对地攻击的核心力量。而出现的另一种米17直升机，是我国从俄罗斯引进技术生产的运输直升机，主要执行航空运输等任务，可以搭载26人的部队，可以在多山或其他复杂地形起降。对于这种新局面，虎哥认为这种新搭配是一种新的战法，和上面台军方人士的观点一样，5值10的出现说明解放军对于台海的制空权已经完全掌握了。尤其是经过这几年解放军频繁的巡台飞行，基本上对于周边的环境和情况已经无比的熟悉了，因此才能派遣众多的非战斗机前去伴飞巡航，如运输机、电子干扰机和直升机等非制空飞机。从另一个侧面也表明了解放军当前对于这么多不同战机的配合与协同作战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解放军的空中力量通过演习和绕台飞行，使其作战能力正在迅速的提升。虎哥认为，武装直升机对于台当局的导弹艇也是一个重大的威胁。目前台军方为形成对我海军的不对称优势，大力研发排水量只有几百吨的小艇。这种小艇搭载威力巨大的超亚音速反舰导弹，航速很快，集群出动，对我海军的舰船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因此挂载反坦克导弹5值10就是最好的克星。通过无人机配合锁敌，可以在距离其14千米远的地方发射导弹，对其进行超视距打击，可以有效地遏制这些小艇的威胁。另外，军用直升机在夺岛的2栖作战中也能够发挥重要的优势。直升机与常规战机相比，具有速度慢、可悬停的能力，加挂反坦克导弹与火箭弹，可以对敌方滩头的点目标和集群目标展开精确的打击。这一点是常规战机所不具备的能力。而且台湾海峡仅仅100至300千米之间，这个距离对于直升机的航程来说刚刚好。网友认为，解放军在对于夺岛演练的演习已经训练得得心应手了。此次巡台也是给某些岛内的顽固势力一个警告，即首次派遣武装直升机挂弹巡航，就是为了夺岛演练。而且这次出动的还有陆航部队的米17运输机，这2种组合颇有些美国阿帕奇搭配黑鹰进行特种部队突袭的味道。
米17可以运载20至26名特战突击队员，进行敌后深入的特种作战。但是米17没有装备武器，因此遭到敌方打击时没有丝毫的还手能力。协同武职时完全可以为米17充当带刀护卫，负责为米17提供战场掩护，使用机炮、火箭弹迅速地肃清周边敌军，为其实施特种作战创造一个有利的条件，可以针对敌方的机场、伪总统府等重要的目标开展特战行动，从而影响战争的胜负。